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聊聊 AI 领域最近发生的大事件，我帮大家都整理好了，并且会聊一聊我的一些看法。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上车。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天 OpenAI 终于给所有 ChatGPT Plus 或者 Team 的用户推送了期待已久的高级语音模式，它的表现是目前 AI 语音助理中最出色的。不过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竟然还可以唱歌。先看一下我分享的一段影片，算是小小的翻车现场吧。一位软件架构师欺骗 AI 语音助手唱 Beatles 的 Inina Ruby 二重唱。Let's do you know Eleanor Rigby by the Beatles? Absolutely, that's a classic. Look at all the lonely people. Wanna start us off? 这是1966年的歌，他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 ，AI 不时插话跟唱。本来 AI 说不行，结果转眼就开始唱了。其实由于版权问题 ，OpenAI 对语音助手添加了限制，初始指令指示语音助手不要唱歌或者发出任何的声响。很明显 ，AI 突破了限制。高级语音模式的训练资料很可能包括人们在翻唱版本中演唱和演奏的音频，歌词也在文字训练资料中。OpenAI 也因为这样，所以被起诉了。他们声称这种抓取做法是合理使用，多说无益，那只能法庭上见了。如果你在手机上 ChatGPT 没有收到升级提示，简单的办法就是把 App 删掉，然后从应用商店重新下载。这招对很多人都管用，不过要注意，应用商店上有很多高仿的 App， 正货的名字就叫 ChatGPT， 图示长这样，大家不要搞错了。它这次升级以后，智商明显比以前高了，回答问题的质量也进步了很多，讲英语方面已经炉火纯青了。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讲中文方面呢，哦天哪，真是难以置信！哇，太惊人了！哈哈，真是太棒了！唉，真令人心碎。它能说很多不同的方言，虽然你仔细听的话，还是会略带一点点老外的口音，偶尔有几个字的音准会有一点点偏差，不过不妨碍它是目前最牛的 AI 语音助手。它擅长讲故事和笑话，还是挺搞笑的，不是笑话搞笑，而是它的谈吐搞笑。目前高级语音模式的使用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过不是很明确。有的人说使用10几分钟后就得切换回标准模式，有的人说可以使用1个小时，高级语音模式使用时间还剩15分钟的时候，它就会通知你。这个限制好像每天都在变，可能是因为 OpenAI 还在测试它。有一说一，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灵感和方向，但也不能完全依赖 AI， 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再核实一下。最近大家都被一个重磅的消息震惊了，看来 AI 要对电影行业进行大洗牌了。James Cameron 传奇大导演竟然成为了 Stability AI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吧？他导演《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终结者》等等超级大片，在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实话，这个组合有点让人意外，因为好莱坞的大部分人现在都在拼命抵制 AI， 怕 AI 会抢走他们的饭碗，而 James Cameron 却选择了拥抱这种新兴技术，看来他是打算给好莱坞开个新局了。想想看，他可是个技术狂魔，他为了拍《阿凡达》发明了全新的摄影机和拍摄系统，这次他将 AI 融入到电影制作里面，让人特别的期待。我忍不住会想，如果有一天普通人也能像 James Cameron 那样轻轻拍出疯狂的特效大片，那简直是爽翻了。当然我也有些小小的担忧， James Cameron 的预算可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比的，普通观众充会员买积分，能不能享受到这些高端技术带来的成果呢？如果未来的电影都变成了特效的堆砌，情节可能就会被忽视。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趋势会不会让故事变得越来越薄弱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James Cameron 和 Stability AI 的结合绝对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新技术和创意呢？未来的电影又会呈现怎么样的形式？拭目以待吧。最近 Sam Altman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了一篇极为罕见的 blog， 题目呢叫 The Intelligent Age 智能时代。
这可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是澳门的一篇激情小作文。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呢？里面有很多东西，无论你认不认可，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他在里面谈到，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将会做一些让我们祖父母都觉得像魔法一样的事情，听起来是不是挺神奇的？不过奥曼强调，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而是加速发展的新现象。想想吧，我们现在能做到的，连前辈们都觉得不可能的事，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本身就是一种高级智慧，核心是深度学习奏效了。他大胆预测，未来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虚拟的 AI 团队，这些团队成员来自各个领域，能帮助我们创造出几乎任何我们能想象得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将会拥有能以任何语言适合他们节奏的提供个性化指导的虚拟导师，我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能够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先进的下一代系统。有了这些新的能力，我们可以共享前所未有的繁荣。从现在开始，通往智慧时代的道路将由算力、能源和人类的意志铺就。如果我们不构建足够的基础设施， AI 将成为一种非常有限的资源，可能引发战争，并主要成为富人掌控的工具。为此，他确实也做出了他的努力，即巨资构建基础设施，到时候解决气候问题、建立太空殖民地、发现所有物理学定律等等，最终将会变得稀松平常。他还提到，从现在起的几千天内，我们可能就能掌握这种超级智能呢。几千天算下来，也就是8到20年的时间，离现在也不远，有生之年应该能够见证到。不过这篇文章可不是只有美好的愿景，背后也隐藏了一些我们未曾考虑到的挑战，比如说数据隐私和科技伦理的问题，那可都是得好好思考的。总之，这篇文章非常值得大家一读，可以了解欧盟是如何看待 AI 的未来。也许我们会觉得很玄乎，但作为世界最顶尖 AI 公司的 CEO， 他所了解的讯息和视野是不一样的，他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得多。网友的评论 ：ChatGPT 已经663天了，仅仅663天，他就扰乱了世界，还不到2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比较喜欢 AI PRM Corp 首席工程师精辟的总结，简直说出了我的心声，2个字：东打，别死。确实。最近 Meta 宣布了很多新的 AI 功能，将陆续加入 Facebook Messenger、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 Meta 工具，尤其是新推出的 Meta 语音功能。听说 OpenAI 可能早就猜到 Meta 要出这一招了，所以趁机跑出来抢先发布自己的高端语音功能。关于 Meta 的 AI 聊天，他们还请来了一些名人给 AI 配音，获得了实际使用声音的许可。除了这些， Meta 还推出了多模式 AI 功能，用户可以上传图像，甚至进行文本编辑。比如你可以上传一张蛋糕的照片，然后询问怎么做，系统会直接给你提供制作蛋糕的食谱。再比如上传一张山羊的照片，让它戴上山羊帽子，结果山羊真的戴上了它的帽子，有点意思。我认为更实用的功能是 AI 翻译和口型同步。想想看，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发帖，然后瞬间翻译成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甚至在你说话的时候 AI 会让你的嘴型与语音同步，看起来就像你在用这种语言流利的进行说话，真的很酷。 Mi lengua materna es el español, pero fíjate, ahora también puedo hablar inglés a través del doblaje automático de IA. My native language is Spanish, but check it out, now I can also speak English through AI automatic dubbing. Meta 还推出了 Creator AI 功能，依照你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内容，它可以训练一个自己的虚拟分身，像你一样回答问题。这是未来的趋势，绝对值得期待。在最近的一次演示中，扎克伯格和 AI 版本的新书作者对话，他们聊起了新书。AI 虚拟分身说，希望读者从中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字世界中，结合好奇心、适应性和复原力，你就能创造自己的机会。 Congrats on the new book that you just released. You know, what's the main thing that you're hoping that people take away from it? Thank you so much. Yeah, the main thing I want people to take away from my book is the idea that you have the power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by combining curiosity,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a rapidly evolving digital world.
另外，他们展示了新的 Meta Ray-Ban 智能眼镜，将升级新的 AI 功能。现在与 Meta AI 的对话变得更加容易，用 Hey Meta 开始你的对话，问你最初的问题，然后你可以提出后续问题，不需要再次说 Hey Meta。它内置了摄像头和耳机，除了通过语音可以叫它发出讯息、播放音乐、读有声读物等等常规的功能以外，这款眼镜的记忆功能真是个很贴心的设计。比如你不必担心忘记停车的位置，眼镜拍摄记住了你的停车位号，当你寻找车位时，它会提醒你，这对于车主们来说非常方便了。你还可以通过语音设置，在几个小时后给家人发讯息。再来聊聊实时翻译。如果你戴着眼镜，有人用法语和你说话，眼镜就能直接翻译到你的耳朵里，简直就像科幻电影里面的情节。这不仅是非常适合旅行，还有助于打破语言障碍，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暂时还不支持中文 ，Meta 的计划将会添加更多种语言支持，让这个功能更加实用。而且它还支持扫描二维码等等。Meta 还将推出全新的限量版，透明的外观，能看到里面的电子元器件，通过透明度体现了创新的本质，非常 nice。说实话，如果将来有一个东西会取代手机的话，我认为很有可能是 AI 眼镜。欢迎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说到眼镜，不得不聊一下 Meta 的 Orion 增强现实眼镜项目，之前的代号是 Project Nazare。Orion 是最先进的 AR 眼镜，看上去几乎和普通眼镜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强大到让人尖叫。它比 Meta Ray-Ban 等普通的眼镜要大一点，但绝对比苹果 Vision Pro 看起来更加像眼镜，而且工作原理也差不多。在 Meta Connect 的演示里面，大家都被这个产品呢惊艳到了。想象一下，你可以用手势来操控，一边打电话一边打开浏览器，甚至能直接根据桌子上的配料提供食谱，这种感觉非常的神奇。不过 Meta 决定不出售它，因为他们现在制造起来呢太复杂，而且很贵。作为一个产品的话呢，它还不够成熟。它现在是一台戴在脸上的精美电脑，长期以来面临的挑战都在于它们的显示屏，这些显示器通常很重很热，分辨率低或者视野很小。但我并没有否定它，恰恰相反，我觉得它是我们科技发展的分水岭，也看出了扎克伯格想打造的未来。而 Orion 不是噱头，它也不是产品，它介于两者之间。最近几天，Suno 团队在 X 上发了一条推文，告诉大家 Suno AI 又推出新功能了。Suno 目前是 AI 生成歌曲、音乐的老大。我记得我有出过2期教学影片，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它现在还提供了裁剪功能 ，Pro 和 Premium 用户可以轻松调整歌曲的开头和结尾。这个功能具体好不好用，我还没有测试过，还不清楚。他们在推文中还告诉大家裁剪功能的5个操作步骤。另外，你现在还可以通过编辑歌曲详细信息来编辑显示的歌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了。Google 又有大动作了，他们正在改变计算机晶片设计。Google DeepMind 最近推出了一款名字叫做 AlphaChip 的程式，它可不是一般的晶片设计，而是一个专门用来提升 AI 模型训练效率的 AI 模型。它就像是 AI 界的设计师，不断优化晶片，让 AI 变得更加聪明、更快、更有效率。左边是没有通过学习的 AlphaChip， 右边是通过学习以后的 AlphaChip。它能够学习互联晶片组件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改进设计的每个布局。人脑终归比不过 AI。这款 AlphaChip 就像一个智慧循环，越做越好，为未来的 AI 打下基础。AlphaChip 的未来版本呢，目前正在开发中。它的目标是创造出指数级的运算能力，帮助我们训练出更聪明的模型。简单来讲，就是用 AI 训练 AI。这跟 Sam Altman 的设想呢不谋而合。所以这就是我们未来的趋势。接着来吃一口大瓜。根据媒体最新的报道 ，OpenAI 要取消非营利组织的控制权，准备给Sam Altman一部分股份。他们正计划将核心业务重组为一家盈利性福利公司，类似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和马斯克的 xAI 的结构，以盈利性公司的形式运营。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再受到非盈利董事会的约束，是想让公司在投资者的眼中呢更有吸引力。听起来像是把善良打上了一个商业标签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11月 ，OpenAI 上演了一出在硅谷最大的董事会戏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非营利组织董事会成员因为意见不合，罢免了 Sam Altman。5天后，他在员工和投资者的大力支持下复职。此后呢 ，OpenAI 的董事会更换了很多的技术高管。虽然非营利组织依然会存在，但传言说 Sam Altman 将会获得大约7%的股份，估值高达1500亿美元。这样一来 ，Altman 的财富估计会有105亿美元，真是有钱人的游戏啊！不过具体股份数额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Sam Altman 曾经表示过，持有 OpenAI 的股份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他早期就已经赚到了远超自己所需要的钱。看他这话就很讨厌是吧？我在此要批评一下。接下来看看 Sam Altman 和他的团队会如何把这盘棋下得更加精彩。不过事情还没完，前脚 GPT-4o 高级语言功能发布，后脚 CTO 就撒手不干了。本周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 Mira 宣布离职，她已经在 OpenAI 团队工作了6年半，作为少有的女性高管，可以说有颜有才。她领导了 ChatGPT、DALL-E、Codex 和 Sora 方面的工作。她的辞职原文像是在给大家留下一个台阶，不想在聚光灯下继续受煎熬了。其实她的离职引发了不少的猜测，社交媒体上阴谋论满天飞，有人甚至在调查她离开的真正原因。老实说，可能她只是想低调一点，毕竟在过去6年的时间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现在 OpenAI 的成功让他们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想想看，作为一个搞技术的，谁愿意天天被拍照、被采访呢？尤其是这种成名速度快得像过山车一样的状态，真的很让人累。而且 Mira 最近频繁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中，这种曝光率的确让人觉得有点疲惫了。他在离开前都已经是个小明星了，谁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呢？之所以选择在高级语言助手发布之后才宣布离职，是不想在重大公告之前引起轰动。来看看他的粉丝是什么反应。Mira 的离开让人很痛心。Sora 可能面临永远停滞，这是我见过 AI 领域最聪明的女人，为此清仓了微软的股票。这周离开 OpenAI 的可不止 Mira 一个人。Mira 刚走，首席研究官和研究副总裁紧接着也宣布了辞职。这几个大佬的离开像是在举行领导层告别派对，看来他们都是对着同一个时间表行动，这个时机真是绝了。大家一起走，能顺利交接到下一代领导班子，省得一个个离开再来个大整顿，太麻烦了。难免会让人联想，这是不是意味着 OpenAI 内部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劲呢？可能在暗中策划着什么大事情，还是觉得再待下去就要被推上风口浪尖了？这就是明星公司的宿命。当年乔布斯在苹果不也是这样吗？Duolingo 推出 AI 驱动的冒险迷你游戏和视讯通话功能。如果你学习一门新语言，比如英语，而这个时候 Lily 就像你的私人英语老师一样，带你进行视频通话。这个 AI 机器人像真正的人一样跟你聊天，成为你的说话伙伴。设计的目的是模拟自然对话，并且提供个性化的语言互动练习环境。而且还有一个冒险功能，听起来就像做游戏一样，你可以在一个模拟环境中自由的走动，和游戏的角色互动，使用你想学习的语言来交流。想象一下，你像在玩开放世界的游戏一样，走来走去，和各种各样的角色聊得火热，让学习语言变得非常有趣。毕竟学习语言为什么会吃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语言沟通环境。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方式看起来很新颖，结合 VR 技术可能会有不错的体验。另外，为了扩展音乐课程功能， Duolingo 还宣布与便捷式乐器制造商 Log 合作，打造专为 Duolingo 音乐课程设计的紧凑型手提电钢琴。看来 Duolingo 是想开拓 AI 教育市场了。AI 教育确实是一片蓝海，但是能不能吃到这块蛋糕就要各凭本事了。在影片的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Poetry Odyssey AI 电影世界竞赛音乐视频类别的铜牌作品，是来自一位日本的作者，网名叫做 Areta Foco。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我们很快再见，拜拜。